河南永城的这座西汉崖墓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，因为这里不仅有2条墓道，还有2000年前的大冰箱以及坐便器，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大的石室墓，并且墓主人还是位女性。到底是谁会拥有如此大体量的古墓呢？关注热眼行，我们一起走进被誉为天下石室第一墓的梁孝王王后陵。在墓道右侧，我们能看到2间耳室，里面摆放了仿制的车马，这是对于先秦车马坑的延续，并不是说车马不重要，而是车马坑本就不在墓里面。从这个小门进去就是甬道，也就进入了墓室内部。最开始这里全是塞石，只不过现在被清理出来。整座地宫东西长210.5米，南北最宽72.6米，总面积1600平米。从甬道下去左拐，进入古墓内的第一个耳室，能看到前面做了一个平台，上面还开了一个门。根据景区介绍，这里是车马室，个人预见这里就算是车马，肯定是陶的，然后分级摆放，达到浩然出行，保护墓主之意。整体雕凿非常平整，这可是2000多年前人们一凿子一凿子的开出来的。对应的右侧也是车马室，这里从山体开凿了排水槽，引入地下排水沟之后排出墓室。最初所有的门都被塞石堵住，总计用了3000多块塞石，这个工程量可是真够大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前室前堂后寝，这里象征墓主人会客玩乐的地方。你看旁边的侧室已经摆上了装饰品，虽然这座墓早年被盗，但也出土了一些文物。如果按流行说法，盗掘这里的是曹操设置的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，但正史《三国志》并没有记载曹操盗墓，反而是裴松之给《三国志》做注时引入了曹瞒传的记载，曹操就是曹阿瞒。你说用小名写的传记，是不是多少有点贬低之意？但西晋人陈寿写的《三国志》之所以不记载曹操盗墓，到底是西晋因为而得天下避讳此事，还是根本没有盗掘梁王墓一说？现在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我只能说曹操背的黑锅真的非常多。从前室再通过一段甬道就能来到后室，这里的最大落差达到了17米，总的石方量更是高达6500立方，可见梁孝王刘武也是个宠妻狂魔。变相能看出来，刘武在位时的梁国财力雄厚，物产丰富，要不是他奋力抵抗七国之乱，差点把梁国打进去，单凭朝廷军不可能短时间内平定。所以汉景帝肯定给了刘武这个同母弟弟很多金银珠宝。下到后室，首先能看到墓主人李氏的塑像，眉心位置有一个激光点，因为如果你站在那里，就可以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上面亮的地方就是我们进入的墓门，设计的真用心。同时在只有规矩的时代能开凿的如此精准，不得不佩服匠人的技艺。后室侧面放着墓主人的御衣，根据展示牌显示为金缕，但到底是金缕还是银缕无从考证，因为上面的金丝或者银丝已经被盗墓贼抽走。大家只要知道做一套御衣大约需要10年就可以。走到侧面，我们就能看到来自2000年前的坐便器，背后有靠，旁边有扶手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厕所有没有别人用过。主室周边是一圈回廊，这里便是一个壁橱，和现在的壁橱如出一辙，老祖宗的智慧真的了不得。回廊也是非常宽大，石板之下便是这里的排水系统，后面是另一条墓道。像这种崖墓我到过很多，但是有2条墓道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毕竟这可是石房工程，和土方工程的施工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通过门缝也能看出来，原来这里是开放的，外面放着塞石还有闸机，可能不好管理就关闭了。回廊拐过来便是这里的相思道，一开始设想是和200米外的刘武墓打通，可能是因为开凿过程李氏去世，目前开凿了大体有20-30米，最前面很黑，需要打灯才能看清，下面全是积水，一个人来这里感觉阴风阵阵。相思道和后来的捆洞一个道理，都是方便2位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见面。当时捆洞应该没出现，因为捆洞更小，并不像相思道需要耗时耗力开这么大的空间。旁边就是2000年前的冰窖，里面放上冰，把食物等放入，以达到保鲜降温效果。旁边有个小门，一般不开放，我看没锁也就进来了。这里就是为了取食物和冰块的。这里的冰我上手了，是仿品。芒砀山梁王墓还是值得来看一看，毕竟3座崖墓只要55块，这个价格真的非常良心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是任远行，这样我就准备下山了。